Hello， 大家好，今天是11月20号，美股盘前行情快报，我是阿哲，我们又再次见面了。回调买入，果然没错，英伟达再超预期，盘后大涨，美股能不能借此见底？果然大跌就是买入机会，谷歌难道才是 AI 大赢家？再次创了新高，现在难道只是它的波段起点吗？我们来到今天的行情图版。首先，我们来到本期视频的行情目录。今天是市场观察纳斯达克指数第256期的视频。那么阿哲就会通过以下3个部分讲解本期视频美股的盘前观点。在第一部分，我们还是会讲到有关纳斯达克指数目前的一个市场分析。在技术面上，我们通过月 K 线判断出了11月会出现下跌调整的一个研判，也给过月 K 线的一个关键支撑。而目前的市场其实离这个支撑已经非常靠近。我们今天会重申一下这个观点。在日 K 线上，我们在下跌时出现的砸盘又怎么去买进呢？如果当前你并没有及时去下跌低吸买入，那么后续有哪个地方是你的买点？通过指数，我们就可以制定这些策略关键的点位去研判。而第2和第3部分，我们会讲到有关个股解析。在指数环境有所了解之后，个股的交易策略也就随之而来可以去确定。因为英伟达目前盘后大涨，那么带动市场强势的反弹，很多科技股呢也盘后纷纷有所启动上涨。那么在当前的个股当中，有哪些是在本次上涨当中依旧能够去看涨的？那么有哪些后续上涨也容易是风险的呢？我们会讲到特斯拉、Meta、英伟达、博通、AMD、HOD、HMS、APP、Circle、PLTR、Coin、Huawei、FIG、美观、阿斯麦、谷歌、亚马逊、苹果等以上的个股标的。也希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对您有所帮助。那如果您是一位新同学，首次来到阿哲频道观看视频，那么阿哲呢有一个温馨提醒需要告知您。你会看到我们的视频目录当中所涉及到的标的是偏多的，所以视频时长一般呢会偏长。当然阿哲知道不是每一只个股您都感兴趣去观看，所以我把每一只标的的时间轴都写好了，您点击对应时间轴就可以快速跳转到您最想要优先观看的那一只标的分析。不过这里有一个提醒，我们第一部分的指数分析千万不要错过，这是最为关键的一个部分。我们在之前的一个行情解析当中有讲过，市场出现了一个 K 线，叫做长下影线。这根长下影线的低点呢是不能被有效跌破的。而我们看到在周二的时候出现一根阴线收盘价跌破了这根长下影 K 线的低点，本来这应该是风险信号，但因为它又是一根具有下影线的 K 线，所以跌破并不有效。在周三的时候出现了一个反弹上行，而且具有比较强势的一个反攻。那么当前这里依旧把前方下影线作为关键支撑，在不出现一根阴线跌破有效之前，这个地方依旧下跌为买入机会。只是本次的一个下跌幅度力度是比之前要强的。之前呢，这个影线区间基本上是没有被跌穿过的，前面的影线区间基本都不被跌穿，而这一次开始有所跌穿，所以这个地方我们需要的是股价上行后以此作为支撑，然后启动新的上涨，才更有可能这里是一个回调低点。那么底下月 K 线的支撑究竟是谁？我们看到这个图板，目前的图板呢是纳斯达克指数的月 K 线图。我们在11月1号是怎么判定出美股11月份要出现调整？是因为在月 K 线上已经出现了7连阳，而从最近10年的数据可以看出，月线只要出现7连阳，那么再次走阳线的概率是极低的，或者说目前近10年是没有的。所以我们说11月份要跌的概率是比较大的。而我们看到近10年有7连阳的行情，也就这一波上涨，这里出现过7连阳，这里也有7连阳，中间呢是调过1个月，在这个7连阳后也调了2个月。它们有一个特征，就是7连阳后容易出现月 K 线的调整，但一般这种调整是不跌破这个月 K 线最后一根连阳阳线的低点的。你会发现基本都没有跌破。所以我们之前的观点就是月 K 线最后一根阳线它的低点具有支撑，那么这个低点呢是 22,193.07， 在昨天的下跌当中，在本周的下跌当中是非常靠近这个点位，但是却没有去跌破这个点位，所以价格走势在这附近所产生的任何止跌 K 线都要在日线上去寻找关注和寻找反弹机会。所以这个观点就是我们在月初时提到的一个重要支撑，没想到呢在本月还没过1个月就已经达到了，而在这里也产生了支撑，目前有明确的一个止跌现象，特别是英伟达盘后的一个助攻市场在今天应该会有一个强力反弹。而后如果在本次下跌当中你没有去进行一个下跌低吸买入，那么后续哪个地方会更好呢？这里呢要关注一根 K 线，这根 K 线呢是这一根阳线，它其实是一个晕线。晕线的话，
它的 K 线价格走势正常就是无方向状态。如果出现下跌时的一个晕线，就说明这波下跌到这里停顿了，也是我们上期所讲过的晕线代表下跌停顿。而停顿时它的选择方向正常就是大 K 线的上下沿去选择。像前期这里它也是一根大 K 线，中间和它的高沿，它的下沿和它的一个上沿就作为晕线内无方向的一个走势。而只有股价选择方向突破它的高点，市场才会选择出现方向性的一个走势。而当下也是如此的，大 K 线的低点有支撑，高点有压力，目前选择是下破还是上破，可以作为未来方向性确定的一个走势。如果当下没有买进，关注后续收阳线能否实体站上它的高点，去确认市场方向选择向上。而这根 K 线也是我们说过的趋势砸盘的关键低点支撑，也是上期视频的一个观点。目前我们所看到的图表是纳指的日线图，图表当中呢有一个指标是阿哲交易系统当中的关键趋势类指标，叫彩虹带。只要您是阿哲的频道订阅粉丝同学，那么您就有机会能够获得这个彩虹带的使用权限。当彩虹带呢为黄色时，说明是一个空方飘带，市场为空方趋势，每次反弹都要小心它的一个压力。而如果市场呢是一个上行趋势，就是紫色带，那么股价每次回调关注它的一个支撑效果。所以目前市场走势是一个黄色带，所以本次的下跌已经让趋势由上升波段走为下降波段。而当下仅差一个确认，这个确认信号就是价格走势本次的一个反弹会不会去突破这个飘带，这个飘带会不会有压力。正常来讲，如果是一个下跌趋势，这个飘带将会是个强压力，强压力就说明过不去。那价格走势本次借助英伟达的一个财报发布，能不能够强势站上？如果在这里出现明确的压力，高开低走，长上影线，那么都是说明这个下跌波段大概率形成的一种特征，就小心了，未来市场反弹之后还会下跌。而我们之前有另外一个观点，就是股价对于飘带的跌破趋势一旦形成是没有那么容易发生改变的，所以每次跌破飘带它往往会有多方力量去拉回，所以这里跌破了飘带会有多头把它拉回来，这里跌破飘带它也有多头会把它拉回来。那么怎么样算是有效的拉回？那么跌破之后哪根 K 线最为关键会有支撑，哪个动作出现拉回，它说明能够构成买点。我们关键的一个点就是跌破时出现的2号 K 线，收盘价跌破飘带第一天就为1号，跌破第二根那么就为2号，两根里面最低的那个价格就是一个支撑点。那么两根 K 线里面，那么相对偏低的高点就是后续的关键反弹的压力位，或者说多头是否强势的研判点。只有收盘价过了它，那么才说明市场会有一个砸盘之后它是一个绝处逢生的一个买点。而这个点刚好又是运性高点，所以这个价位这根 K 线的高点特别关键。那不管是指数个股也可以这么去研判。当然首先你要关注它有没有跌破两根 K 线，很多时候强势飘带它是不会跌破趋势带的，跌破的时候一根 K 线就结束了，甚至不跌破。所以本次上涨只有这一次出现了两根跌破。那么个股交易我们也一样能够去关注。那我们举一个个股案例，比如说亚马逊，也是我们稍后会讲到的一个个股分析。当市场是一个上行趋势时，它基本上不会跌破它的一个飘带，飘带呢都为支撑，很难跌破。好，一旦跌破，那你要确认一下了，它容易是一个砸盘低点。跌破的第一根是它，第二根是它。好，第二根是偏低的，所以它是支撑，而它的高点则被突破，作为砸盘的强势反弹买点。好，所以这个地方可以作为一个买点。买入之后，你可以在飘带这里预主去卖出，也可以呢在突破飘带之后出现黄 K 去卖出都没有问题。所以每次破飘带一根两根突破则作为买点。但有时候呢它可能不会去有效跌破，但一旦跌破你就可以去看这里跌破一根跌破两根，那么它的高点就是一个压力，股价并没有突破它的高点，这个低点也被砸穿。好，所以后续这里它就是反弹，那要小心它还会继续下跌。只有市场再次从黄带转为紫带才作为再次的启动点，趋势呢才再次走为上行。而目前你会看到它又来了，这里是一个紫色带，这里跌破一根跌破两根，所以亚马逊目前就是一个砸盘低点，这个低点作为支撑，高点作为压力。市场如果收盘涨到它的高点之上，这就是一个砸盘买点。如果跌破，那么未来它这里就转为强压力，反弹就容易不过而出现趋势的下行。所以这是通过彩虹带阿哲的一个趋势交易系统，我们可以去看到的，目前纳指关键的支撑点是这根 K 线的低点和它的高点，它同时也是运线的低点和高点。如果当前你已经错过了下跌买入的机会，那么本次盘后上涨关注是否有效突破，不突破之前不要随便加仓，甚至低买的人在这里附近要去高抛。
以上就是关于纳斯达克指数技术分析上的一个看法，也是关于月 K 线、日 K 线的一个解析，希望对您能够有所帮助。如果您是老同学，听到这里可不要忘记为阿哲视频照常点上您宝贵的小红心，支持阿哲的一个日常创作。而如果您时间相对的充裕，也可以为阿哲视频底下留下您宝贵的评论，也或者是您的建议。当然，如果您是一位新同学，在学习了阿哲视频之后能够有所收获，感觉有所帮助的话，也希望大家能够在视频底下点击订阅按钮。在点击订阅之后，那么下方会显示已订阅，那么说明您已经成为阿哲讲究频道的订阅粉丝观众，而您顺手再把这个铃铛全部打开，未来阿哲的每一期视频在发布之后，你就会第一个得到系统首个通知，不会错过阿哲的每一期视频。您在订阅阿哲频道成为粉丝观众之后，阿哲也会赠送您3份大礼，或者说3重福利。只要是订阅粉丝，不管是老同学还是新同学，只要福利还没有领过的，您都会保留福利的领取权限。第一个福利就刚才我们所说的彩虹带，您只要是订阅粉丝观众，会有1周时间的提用权限。当然，如果您不只是订阅粉丝，还是我们的频道会员同学，那么您在首次激活这个权限的时候，获得的将会是1个月的提用权限，而后未来每1个月您都可以选择1周时间去体验。当然，前提是保持会员身份。关于如何激活这个权限很简单，您在右上角的小卡片，亦或者是在评论区底下置顶评论，都可以找到助教，激活权限就可以安装这个彩虹带的指标，去看一下您个股中的趋势，手中的股票是紫色带还是黄色带，以及应该怎么去操作。如果是紫色带，则等待回调做多，而如果是黄色带，等待反弹去开空，或者说反弹去进行一个高抛减仓，这是第一重福利。而我们的粉丝订阅同学，第2重福利就是盘前解析和点位预测。阿哲在美股开盘之前，只要开盘，那么阿哲都会去写，已经写了1年了。对于频道的订阅粉丝观众，那么这都是我们的限时福利。只要您订阅阿哲，那么未来1个月您都可以免费收到这些信息。像最近对于英伟达的看法，阿哲也是同步更新到我们的盘前广播当中。比如说英伟达一直讲的都是英伟达属于低点看涨强于指数，包括昨天11月19号是吧，讲的都是英伟达目前技术面依旧是强于指数的，影线不跌破就依旧呢属于强于指数的。这是我们的第2重福利，也可以找助教老师去领取。而第3重福利呢，就是我们每周不重样的专题主题班课。我们本周讲的是买在回调低点，在市场当中回调时去做抄底专家。那么几种抄底模型为大家去进行在本周下跌时买入提供参考。很感谢大家在首次相见就能够订阅阿哲讲究频道。那么希望以上的3重福利能够对您的技术分析学习有所帮助，能够对您在美股市场当中的实战有所帮助。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到第2部分。第2部分呢是关于个股解析，对于指数有所明确的判断之后我们的个股那么策略就随之而来要去制定了。第一支标的是特斯拉。特斯拉在股市的运作当中，前期是一直走弱势的震荡，而后出现了比较明确的单边下跌。下跌时来到了一个支撑位，这个支撑位是我们一直讲到的一个关键缺口位。这个缺口是前期左侧的向下跳空缺口和右侧的向上跳空缺口，这种双向同行的缺口我们叫倒行反转缺口。而这种倒行缺口在股市的一个运动当中是有比较强势的支撑的。这一次回到这里，它没有收盘价去跌破这个缺口的下沿，那么就说明当前的缺口还有支撑，股价打下来就有多方力量涌现。目前涌现的力度还行，连续2天都有比较明显的阳线产生，虽然第2根 K 线是长上影线，但盘中其实力度还可以。目前构成了一个分形结构，所以初步确认一个低点，只是这里呢可能是弱势反弹的概率会大一点。上方这底有一个下跌单边强势下跌时出现了一个缺口，这个缺口就构成一个压力。当股价反弹去触及这个压力附近，或者说回补这个压力的时候，要关注了。它如果一补缺口，或者说靠近缺口，就立马有明显的反向阴线产生的话，那么这里就比较危险。那么下面的缺口被跌穿的概率就会大大增加，哪怕不跌穿，这里也会形成一个震荡行情。所以当下的特斯拉，它得要有一个行为，就是有效止跌之后，明确的阳线把这个缺口给吃掉。如果能够在这个缺口附近再出现缺口，那么向上的概率将会大大增加。那么 462.21 我们前期所讲到的压力位，则大概率会被冲破。当然关注一点，就是我们之前所讲过的周线上的，上期视频讲到的周线上的九转那个关键点位不要被有效跌破，本周修复会更好。接下来我们再看到资金和动能方面，短线怎么看待目前这个价位呢？
从目前的一个价格短线来看，市场还是偏短线空。目前的短线特斯拉还是偏空的，因为市场还处于一个红灯的 K 线，红灯 K 线就说明短线的空方占优，而多方哪怕上涨没有绿灯，那么整体的多方力量短线还是比较差的。看到飘带上，之前呢是一个紫色飘带，紫色飘带是一个多头走势上升趋势，只要是紫飘带就关注一下它的回调买点，特别是跌破飘带，跌破一根，跌破两根，是不是砸盘低点啊？这里不跌破，只跌破一根，那么就更不用说了，都构不成一个砸盘。所以这些位置只要是紫色带，那么回调呢就是寻找买点，只要是紫色带回调找买点。目前呢是一个黄色带，黄色带的问题就来了，它呢属于空方趋势，那空方趋势呢待确认，但是我们已经知道这里是个压力，所以股价这一波反弹如果不能够去击穿这个空方飘带，而是收出影线或者说弱势 K 线转空，那么这个地方趋势就有可能延续下行。所以当前的要做的事情就是这里有个强势上涨，能够把飘带击穿，这样的话趋势才能够被改变，那么我们这种空方趋势的初期才能够被扭转。如果延续这种趋势，那么就比较麻烦，后续呢每次上涨都只能看反弹。当前这个飘带附近其实也是个缺口附近，差不多共振的压力位 428.127， 股价来到这附近就要小心。我们看到预测值目前是个红灯，那何时会转为绿灯？今天大概率应该是有希望的。高点的压力 414.525， 低点的支撑 401.245， 关注这两个数值，如果收盘价能够过 414.525， 那么就是一个绿灯 K 线，而后可以看涨。而目标位呢就是缺口附近，这个是一个强压力区，如果它目前是一个空方趋势，那短线反弹到这里应该会有明显的下跌 K 线。以上是关于特斯拉的分析，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 Meta， 目前所看的是 Meta 的图表。 Meta 呢在本次的下跌当中，我们说有一个支撑位啊是 586.06， 这是通过奇门9价来测算得出的，而这一波下跌它是破了飘带，而这波下跌它是破了170天线。刚才所讲的彩虹带它更加偏向于中短期趋势，而这一个170天线呢是中长期趋势，所以当破170天线的时候啊，就说明它的一个短期、中期、中长期都是走空的。这种走空之下，我们的操作策略肯定不是说找回调啊，那么这种地方一般找的是一个超跌反弹点，就类似于前面的这种下跌、超跌反弹、下跌、超跌反弹。所以这里呢，我们可以看一个下跌、超跌反弹。当然关键在于这个支撑位 586.06 这个地方能出现止跌 K 线，或者说强势明确的止跌 K 线。那我们看到短线上它的一个表现，目前看到图表中呢有一个 K 线的颜色是白色的，这种 K 线的颜色在阿哲的交易系统当中呢，它代表是一个下跌当中的波段超跌的一个情况。那波段超跌只要有止跌，就容易出现较大级别的一个反弹。阿哲的交易系统有两种超跌 K 线，一种是蓝色的，一种是白色的。蓝色的就叫做短线超跌，短线超跌它只要蓝 K 消失被突破，那么趋势一般只要完好啊，这种地方容易是回调或者说砸盘的低点。好，所以这里蓝 K 向上运行，这里蓝 K 呢向上反弹，是吧？这里蓝 K 消失，是吧？也是一波反弹。而目前是白 K 不是蓝 K， 所以说明这波下跌啊，它超过了短期砸盘调整的一个幅度，那目前来到一种破坏趋势之后，下跌趋势这种相对大的一种级别的超跌反弹的可能性低点。而这里呢缺一个确认信号，就是白 K 消失，白 K 被突破。前面这里有一次白 K 消失突破，但这个地方是一根实体小 K 线，它的上涨力度比较弱，所以哪怕突破它也不是绿灯，它也没有任何看涨太过于好的一个信号。我们要的是白 K 突破之后最好能够实体阳线，像前期这里它的白 K 突破是什么 K 线呢？是一根长阳线突破，然后回调时没有去跌破白 K 低点，整体就是强势突破二次回踩，然后启动一波超跌反弹行情。那目前就等待这种 K 线的产生，而今天看一下有没有实体 K 线，白 K 消失，白 K 突破，然后去找买点。目前依旧保持红灯 K 线，那么就短线依旧是下跌的。看一下市场的一个高点预测值，今天是 592.825， 突破那么就会出现绿灯 K 线，目前来看大概率是能够突破的。突破之后看一下是不是实体阳，实体阳就看超跌反弹开始。当然现在呢是因为英伟达财报后啊出现了比较多的一种上涨，这种上涨如果出现高开，那么高走一般来讲仓位不要放太多，你要防止它也是有二次回踩的机会和可能的。所以高点预测 592.85， 低点的预测是 578.75， 关注这两个数值。以上是 Meta 的分析，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英伟达。
当前所看的是英伟达的一个解析。那英伟达我们为什么近期一直说是回调找机会去找买点呢？因为它目前的一个走势整体是强于指数的。什么叫强于指数？就是它的一个表现。指数这个地方它也是一个长线影线，英伟达它也是长线影线，这种叫做同步，就两天呢都是长线影线一起一样叫同步。但是后续我们知道指数是跌破了这个影线低点，而且虽然不是有效跌破，但确实收盘跌了一点。而我们看到英伟达是没有跌破的，这种就叫做虽然同步，但是同步当中带着强势。那么这里就是我们要关注的点，所以它在财报之前表现的是强于指数的目前的这种现状，而它也是一个上涨突破之后，是吧？前期有一个箱体被突破之后的一个回踩，所以突破后回踩2次买入机会，那么这是我们所说趋势行情当中一个惯用的一个技巧，所以这个地方为买点的概率比卖点的概率是成功性要高很多的，这里找买入机会。而我们可以看到目前的行情走势下，它其实也有一个运线啊，这个运线低点、运线高点，运线低点呢没有被跌穿，所以运线高点呢今天应该能够突破，所以突破收实体阳线，这作为2次加仓点。当这种买点呢属于一种追涨点，那追涨点的话仓位肯定不能放多，前期回调时的买点是低吸点，而突破时的买点为追涨点，追涨点呢仓位要小一点，因为你的成本会高很多，甚至对于某些人来讲，这个别人的追涨点、突破点是他低吸的一个卖点，这都是有很多人的一个交易风格是如此的，别人突破买，他呢可能是突破卖。接下来我们看到资金和动能方面。目前所看的是英伟达的一个解析，我们看到英伟达的一个行情走势啊，它是不是也整体是紫色带？那紫色带呢，它会跌破，跌破之后是不是一根、两根？那么我们看到2根里面偏低的为支撑，支撑不跌破，高点被突破，所以这里为砸盘买点。而价格下跌，这里是跌破的第1根，跌破第2根，前面这里呢，它其实不是跌破第1根，这里是第1根，没有第2根，所以这里不是砸盘，这里跌破第1根，这里跌破第2根，第2根低点为支撑，支撑不破它的高点，那么只要突破，那么就为买点或就为砸盘买点。当然这一个买点要实体阳线啊，就最好是像前面那样的，它不要有很长的影线，最好有实体的阳线。而我们看到飘带，它这个地方不要产生压力，你看前面这里突破时它呢是黄色带，但是它没压力，直接就越过去了，这种是好的。现在看一下黄色带的下沿 191.828， 所以这个地方呢为一个压力，要越过去，越过去站上沿是最好的 193.441， 所以股价突破它的高点时最好站到上沿 193.441啊，那么这个地方有实体阳线作为买点，而后这种突破买点呢买的少，而后要以它的高点作为防守，跌回来就止损。当然对于低位买进的同学，这个位置可以作为止盈，是吧？跌回来止盈。我们看到它的红绿灯，目前呢是一个绿灯，而后之前是红灯，红灯转绿灯为看涨点。那么这个地方是财报之前出现了绿灯，所以财报前的绿灯为重新加仓点。看好预测值啊，今天肯定是一个绿灯了，高点预测 189.7， 低点预测是 184.675， 关注这2个数值。那么以上就是特斯拉、Meta 和英伟达的分析。那么下面我们来到第3部分。第3部分我们看到以下的标的，第一支呢是博通。当前所看的是博通的一个标的啊，博通的日线图上我们看到它也是黄色带，黄色带呢就是有压力的表现，在昨天出现了一个冲高，而后略有回落，它的一个飘带上沿目前它的压力位是 357.78 作为压力，所以价格走势这里要小心的动作就是反弹，它到黄色带它为正常的反弹区间，反弹就到了一个目标，如果收阴线跌破下沿或者转为红灯就是风险点。当然因为目前盘后呢有英伟达财报带动很多个股是吧，特别是科技股都出现了一个上涨，所以这个地方账上飘带的可能性也会比较大的增加，但是要注意股价往下跌破指示带，跌破2根为关注的点位，而突破的时候也是的，空方趋势下一般突破2根会滞涨，或者说出现反向的力量。我们找一些案例给大家看一下，比如说下跌时如果是空方带，它一般的反弹到空方带就是有压力了，这种是正常反弹区间。而如果反弹比较强势的，比如说它超跌了反弹比较强势，一般突破第1天、突破2天，这里呢2根里面选择偏高的，那么这个点只要不过就属于诱多，反弹很强，但是依旧为诱多。好，这个低点如果被跌破，市场就容易出现股价的上行后反弹高点，所以当前的走势我们就要小心了。突破今天是能够站上的，站上之后2根 K 线关注一下，2根里面偏高的为压力。大家如果在激活了我们的彩虹带之后，盯着粉丝激活1周时间，那么我们会员同学可以激活1个月。那么您在右上角找助教激活了这一个使用时间之后您后续可以关注一下，
它只要2根 K 线收盘价都在飘在之上，那么2根里面偏高的就为压力线了。好，价格如果是紫色带呢，就是回调找买点。那这一波回调找买点，但这个买点呢没有绿灯，绿灯的时候在这一天了，是小 K 线不作为买点。那么小 K 线呢是不作为买点的，或者说你买了，但第二天呢是一个负阴线，是一个乌云盖顶，是吧？得要离场。好，那么这一波下跌，我们说的砸盘低点是哪里呢？我们在上期视频是不是讲过，这种特殊形态砸盘低点，你可以选择这根长下影线作为砸盘低点，而它的高点，那么这作为压力。当前呢也还是没有过的，今天收盘过，收阳线，你可以去买一部分仓位，而后看一下2天之后的那个高点，它的压力反应，如果能突破再加仓，如果不能突破，那么这里你的小仓位就可以作为试错的一个成本。我们看看预测值，今天的低点支撑是346.11，高点压力是368，关注这2个数值。接下来呢，我们再看到下一只标的是 AMD，AMD 当下是跌穿了飘带紫色带。我们看看跌穿2天是谁？这是跌穿第1天，这是跌穿第2天，跌到第2天的低点有支撑，目前跌破不是很有效。正常什么叫有效跌破？就是它的一个 K 线不要有长下影线，然后它的实体要有一半都在这个线之下，属于比较有效跌破。这种有长下影线，实体呢又只过一点点的它不是很有效。好，所以这里再看一下它突破时它的实体阳线有没有，如果是阴线或者说是长下影线，一般也不作为买点。所以盘后虽然出现了上涨，但上涨时你要关注一下是否能够突破它的高点，并且是实体阳线，以及能不能够站上我们的一个飘带。飘带目前的下沿是 244.425， 上沿呢是 247.087， 这作为强压力。所以当前 AMD 哪怕上涨，你去买呢空间是不大的，所以这个地方 AMD 去买它的意义，它的一个危险性会偏高。当前呢主要先看看反弹，压力位这里看看反弹，看好预测值，低点支撑 213.85， 高点的压力是 229.415， 关注这2个数值。我们再看到下只个股是 HOOD，HOOD 是不是也是黄飘带？只要是黄飘带就小心风险，注意了，突破1天2天高点压力，低点不能破，破了反弹再破，是吧？所以当时这里就是一个反弹高点。好，价格已经确认了是一个黄飘带，那目前是压力，股价反弹回踩，它出现了一个红灯，所以这里是个反弹高点转空的点，这个我们在盘前是有去提醒过的。好，价格走势目前是一个蓝 K， 是一个仿包看涨，这个我们在昨天盘前也有讲过，关注蓝 K 的突破，好，突破作为超跌买点，买后看上方，这里是一个黄带的压力，黄带压力下沿 128.991 作为一个风险点，越靠近越小心。当然随着股价后面的推移上涨，它的飘带会靠近，所以在这附近正常来讲我们应该关注这一个阴线附近的窗口时间，一旦到这附近就小心了，这里容易是一个反弹高点，所以这种买点一般就是仓位呢不用很多，博弈的是超跌反弹。我们再看到预测值，低点支撑是 115.855， 高点的压力是 121.505， 关注这2个数值。下一只个股我们看到 HMS 是吧？一眼过去它是什么带？它是个黄带，黄带代表什么？空方趋势，空方趋势只能看反弹，有白 K， 但是还没有反包，没有突破，所以当下是一个下跌超跌，但是没买点。昨天是个关头阴线，关头阴线收盘突破则看涨，所以当前呢有白 K 有关头阴线收一根阳线突破这个高点，那么做看涨点。看涨点的话，它这个飘带离得会比较近，一般这种比较靠近的，说明它的这种乖离不强，所以它的反弹时很容易就碰到它。第一个目标位偏近，第二个目标位偏远。看到第一个目标是谁？是 40.025， 第二个目标位是上沿 45.5， 而是107天线 47.464， 关注这几个价格都是反弹时关注的压力位。当然关键买点是关注能不能阳线突破这一个阴线，这一根白 K 的高点 37.63 作为第一个我们突破时才构成的买入信号。当下呢我们再看到预测值，低点支撑 34.045， 高点的压力是 36.21， 关注这2个数值。我们再看到它的左边，这个关头阴出现的位置很特别很奇怪它左边也是个关头阴线，所以在关头阴线区间内又出现关头阴线，那么这个地方如果反包，阿哲认为这个还是有一定说法有可能是一个比较不错的强势反弹的一个低位，所以如果出现买点可以去试一下。下一只股票我们再看到 APP 的话，它的走势呢是一个不断的蓝 K， 不断蓝 K， 我们说它是一个短线超跌的买点反包看涨，而后因为它是一个黄色带，那么这里就说明是一个反弹
反弹为主。那反弹为主的话，就小心了，要么是不突破，要么突破呢就是一根两根，就作为压力，就小心。好，当下股价下跌，下跌时它跌破了一根两根，它是不止跌的，所以这个地方会有一个压力 K 线，它反弹在这附近容易受压，然后它是飘带下沿 587.182， 所以这个地方是一个压力，反包看涨，然后看涨是短线看涨有压力。我们看到预测值，低点的支撑是 527.74， 高点压力是 547.57， 关注这两个数值。我们再看到下只个股是 Circle 呢是白 K 下跌，目前来到了一个目标位。之前我们讲过，这里有一个支撑，那支撑归支撑，不代表一定就看涨。像股价超跌归超跌，是吧？超跌之后有反包，有消失狼 K， 能够看反弹，但是也都是反弹，因为是黄色带嘛。好像如果是紫色带的反弹，它可能会有新高，新高概率会大一点。黄色带的反弹一般呢很难有新高，因为它是空方趋势。而后黄色带出现任何买入机会都只是反弹，何况这里狼 K 没突破，所以没有买点。好，白 K 抢升，白 K 等到突破。如果突破，那么反弹区间还是比较大的，短线是有利可图的，但是还没有反弹，要白 K 消失反包突破 76.6 而已。我们看到它的底下预测是 96.665 作为一个压力位。我们看到预测值啊，何时会转为绿灯呢？这一波下来是一直都是红的，一根绿灯都没有，所以空方很强势啊。我们看到预测的上沿高点 73.165 压力，低点支撑 64.110 作为一个低点支撑。我们再看到下只股票是 PLTR， 它是属于什么飘带？是一个黄色带，黄色带股价上涨就只能看反弹，而反弹过程当中呢，我们就关注一下前面的下跌 K 线，这里是跌破的第一根，跌破第二根，是它这个地方作为一个支撑点，支撑点目前是被跌破，但跌破的时候都是小 K 线以及长下影线，所以当下呢它有一个拉回动作，所以盘后上涨还是一个比较多的一个数量。价格走势这里是出现突破，因为突破比较多涨上去了，所以它可以构成第一次买进，目前属于二次回踩，二次回踩这里收阳，再次可以构成一个买点，所以两个买点都够至于这个地方的低点为支撑，而后没有有效跌破。好，当前走势今天基本上只要收一根实体阳线，则作为买点，哪怕是高开也是一样的。而后关注一下这个飘带是否能够产生压力，如果压力明显，有明显下跌阴线，那么则及时要离场。而当下依旧还是能够看涨，哪怕是黄飘带，因为它这个低点支撑当下还不是说很有效的被跌破，支撑依旧还有，并且这个支撑点刚好跟左边的这个密集筹码区域是有重叠的，这里都有下影线，所以这个地方是有支撑的。看到左边这里是一个长下影，我们说影线的交易技巧，是不是这个地方出现了一个突破，那么后续这个影线区间就会有支撑，所以它目前是突破了，回到这里，是再次回到前面的影线区间，是首次回来，所以这个支撑位呢是比较强的，因为它是首次触碰。如果之前这里都是碰了很多次了，那么它就会比较弱，它之前没有碰过，这里碰到了，所以会有比较明显的反应。好，我们看它这种反应能不能去突破这个飘带，它的下沿是 180.987， 我们看到预测值，低点支撑 160.33， 高点压力是 167.51， 关注这两个数值。我们再看到下只股票是 Coin 很明显是跌破飘带有效的，因为它跌破了两根 K 线之后，是这里应该是跌破第一根、第二根，然后被跌破了，跌破之后这里是一个压力，跌破之后呢这里是一个压力，股价呢这里虽然突破了，但是它是下破、上破再往下破，突破第一根、突破第二根为高点，然后这里是跌破，所以这个地方呢是一个诱多，而后股价再次下跌，下跌反弹，它是有一个压力提醒，当飘带有压力了，那么就是转空了。目前一路下跌，把这个170呢也有效跌破，所以当前的 Coin 走势就不太很好看了。它虽然有一个长下影线，今天呢也大概率是个反包，反包之后看是不是一根阳线反包，如果有，好，这里暂时会形成一个支撑区，股价往上看，先看170，再看飘带，这里大概率是一个共振的大压力区 292.111 附近是一个大压力，所以容易是一个反弹在下跌的过程，因为它是个空方飘带。看到预测值，低点的支撑是 244.255， 高点的压力是 260.055， 关注这两个数字。下一只股票我们再看到 Core 位盘后涨幅是比较大的，会受到英伟达的影响。那么我们在上期视频以及在昨天的盘前也讲过，这个股票呢股价下跌，它是不断的实体在变短，影线在变长，这种是下跌减弱有人买进的行为，所以激进同学可以去提前的买进布局，而后在右侧那阳线再去加仓也是 OK 的。而我们目前所看到都是白 K， 而后今天肯定突破了，那突破之后看到压力位，它的这个飘带下沿是 96.655，
目前盘前涨幅还没碰到，这里有可能是出现一个大幅的上涨阳线，而后出现回调再往上攻，所以这个概率是比较大的。直接连续加速攻的可能性会比较小。好，除非市场情绪特别强。这里有一个向下缺口，这里又有一个飘带，所以这里是个强压力区，股价黄色带，所以反弹要小心风险。哪怕能够涨，是吧？它只要突破2根，它也容易还是风险。像价格走势这种就是超跌的空间，而后有点大，反弹呢它的空间就比较多。突破第1根，突破第2根是吧？容易是又多的一种现象。像前期要么就是黄色带有压力，要么就是突破第1根，突破第2根高点有压力，出现黄 K 这种位置跌破就小心了，确认是一个高点。我们再看到预测值，低点支撑 73.9， 高点压力 78.39， 关注这2个方面。下一只股票我们再看到 FIG 也是持续白 K 持续下跌，目前今天应该仿包没有什么问题，仿包之后呢就还是看超跌反弹嘛，因为是黄色带。我们目前最好关注的是紫色带的股票，而后回调找买点，比如说阿斯麦等等的，比如说像亚马逊等等的都没有太多问题。但是像这种黄色带的就只能先看反弹，哪怕买你也只能说以反弹去买，不能说直接以大底去买，那样的话呢失败率还是蛮高的。所以看反弹，而后它的一个空间压力呢，先看到这个下沿，它能够反到这个下沿都 OK 了，这个下沿是 42.815 作为一个我们短线反弹的一个空间利润。然后看到预测值，低点支撑 35.02， 高点压力是 36.22， 关注这2个数值。下只个股我们看到 MU 美光科技，美光科技是不是紫色带紫色带回调找买点嘛，目前是没有跌破飘带的，所以属于强于指数的环境，没跌破飘带属于正常回调，正常回调产生绿灯构成买点。好，目前今天应该是绿灯，那么今天只要收一根实体阳线作为买点。看到这个上沿是 235.897， 收在这之上，收一根阳线站在这之上，这作为买点。我们看到预测值，低点支撑是 212.145， 高点压力是 230.135， 关注这2个数值。下只个股我们就看到阿斯麦的股价走势是一波下跌，然后破位，哪根 K 线是第2根呢？它这种跌破1根站回来就不能算2根它要跌破几根，跌破1根，跌破2根，收盘都在这之下。好，跌破之后呢，高点目前突破，所以昨天呢在收盘的时候已经收盘明确突破了，所以这里呢构成一个买点，而且它的收盘价也站在飘带之上，所以目前构成一个买点。这里是收盘突破第1天，而后今天是第2天，第2天高点会成为压力，如果再被突破，再次作为追涨加仓点，所以这个地方就作为我们首步的看难点，然后今天高点作为一个压力，这里先不要买太多，因为它是一个飘带黄色带为压力，关注它的一个下沿，它的下沿目前是在 1030.114， 如果收盘价跌破 1030.114， 跌破收红灯等等的就是风险，就要小心了。我们看低点支撑 1022.165， 跌破它就属于红灯了。好，高点压力 1061.899， 突破则作为绿灯。我们看到下只股票是谷歌，谷歌呢它是一个创了新高，而后目前有个压力位没有过，昨天盘前我们讲过这个压力位是多少，要突破才能够构成一个空间打开，目前肯定没有有效突破，是个长上影线。好，影线出现，但是它是不断的绿灯了，我们说回调飘带内找绿灯买入，目前是个绿灯，所以可以首先去买一点点是可以的。回调归回调，它是一个回调后震荡的行情，震荡突破箱体，然后加速去看涨，目前有可能是个启动点，突破先买一点点。而我们的防守位呢可以放宽一点，就放到飘带，它不收阴跌破飘带之前，我们可以在这个位置只要回调找买点，回调找买点。好，飘带下沿目前是在哪里呢？是在 283.716 作为一个防守位，所以当前的谷歌就依旧看趋势的上行。预测值低点支撑 290.33， 高点压力是 306.91， 关注这2个数值。下一只个股我们看到亚马逊，亚马逊呢是不是跌破2根？刚才所说的跌破2根就是一个砸盘点，砸盘第1天、第2天低点支撑，高点为压力，它是一个关头阴线，关头阴线也被突破，那么就作为一个买点。那今天收盘买进，当然呢目前其实可以直接作为左侧的买点，买入之后看涨，目前是紫飘带，飘带上沿应该压力不强，所以要看一下飘带下沿它的一个压力是多少呢？目前是 234.904， 它不应该有压力，应该直接站上而后我们去看它是一个砸盘低点，是一个市场启动的2次回踩，离170也比较近所以整体它的结构还是不错的。看到预测低点 220.605， 高点压力是 225.82， 关注这2个数值。
下一只股票，我们再看到苹果，苹果呢也是比较抗跌的，股价回调时它是没有跌破飘带。正常来讲，如果跌破飘带，那么就属于砸盘点，砸盘点它只要不破，那么股价上行它就容易再次新高，因为是砸盘低点。目前股价下跌，它没有破飘带，所以最近的下跌当中，它跟谷歌一样是比较抗跌的。这种情况下，等绿灯作为买入即可。我们看到预测值，低点支撑267.03，高点压力273.74，关注这两个数值。而飘带上沿最好能够站上去，飘带上沿目前是在270.12，收盘站上，那么作为趋势飘带的一个买点。以上就是11月20号美股盘前行情快报，希望对您能够有所帮助。更多精彩视频，我们下期再见，拜拜。